老头子，咱家最近啊，怕是有喜事要临门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不知道，咱闺女呀，今天在大街上捡了一袋子的钱，数了一下，一共啊7749枚，这是多么吉利的事儿啊！哎，咱闺女不是正愁嫁呢吗？我想啊，这一定是天赐良缘要降临了。哎呀，别美了，赶快熄灯睡觉吧。45、46、47、48、49。一是什么意思啊？莫非一日之内就有良缘？相思明月夜，迢递白云天。谁在外面？郎君，你是谁啊？我们是不是见过啊？相思在万里，明月正孤悬。啊！郎君。天光将晓，小心火烛，平安至早。五更寅时，天光将晓，小心火烛，平安至早。寅时，漏断人际。星垂四野，亦迷离，天地浑茫，兮未息，故刺客杀人多选择在这个时辰。你们记下了？记下了。最近苏山店的生意很好，到了月底又可以分钱了。真的？但我最近一直都没在店里帮忙，怎么好意思跟你们一起分钱？再说雍州府给的俸禄不少，我都花不完，减掉我这个人头吧，你们分。哎，我说苏无名啊，瞧你垂头丧气的，怎么缺了我老费的支撑？你这个县尉当不下去了吧？别说风凉话了。哎，对了。你久在民间，见多识广，过来，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什么呀？这是何人的？一个被斩首的死者。可是。被杀之人在路口捡的。飞叔，你怎么知道？这是别人丢的储气袋，借寿用的。借寿？师父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你。若是能选，徒儿宁愿借寿给您的。师父，
师傅，这是您的在天之灵来收钱了吗？师傅，一路走好。哎，这谁丢的钱袋啊？这种事儿在鬼市时有发生。一个人将要死去，而他身边挚爱他的人不想他死，就装一些钱在储气袋中，扔到各个路口。若有人捡到，就等于是把自己的寿命借给那将死之人了。但是把捡钱的人杀了，这可不是借寿啊，这是抢寿啊。这在鬼市中都极为少见。那这1字儿便是借寿1年的意思？那要看那将死之人病得厉害不厉害。若是很厉害，哪怕借1天也是有可能的。借寿1天杀一人，这也太残忍了。写着字的人虽说用笔很熟练，但字却写得勉勉强强。哦，义兄，你看，他的收笔很用力，一看就没有先生教过。苏县尉，棺材铺的小伙计，也就是董月徒弟，在他师傅面前自杀了。这把剑啊，平时就放在这儿，据说是辟邪用的。要说这董月，干了一辈子仵作，身上真有点邪气。他横死，肯定心有不甘啊，非要把徒弟带去给他陪葬。徐西长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自杀？这不是很明显，他就是……请仵作。是。去耿仵作家，请苏禅来。是。那个红袋子是谁放那儿的？哪儿？啊，一大早接到报案，我就把棺材铺封锁起来了，没有任何人进来。这应该是原本就在那儿的吧？樱桃，来数一数。7749。3。燕，死者口眼张开。记下。燕，死者双手均未见伤痕。需分开记录。哦，我的错。燕，死者左手未见伤痕。记下。燕，死者右手未见伤痕。燕，伤口在左胸前，洞穿而过，此剑钝而不利，故推断行凶之人有极强的臂力，且是在死者不注意时一击毙命的。你怎么确定是有凶手？为何不是中邪、自杀的呢？若是自杀，以死者的臂长，根本握不到剑柄。若握住剑身，刺入并洞穿其胸膛，那么手掌必然会留下伤痕。更何况以此剑之钝，绝没有此可能。苏禅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地上的血迹
甚是怪异。我也发现了，正准备仔细检查。爹，您听我刚说的验尸过程，可有纰漏？没有。要是您能跟我一块儿去就好了，还可以亲自指点我。哎，一袋钱，7749枚。是的，先前那个被斩首的女子也捡到过这样一袋钱。哎，别动，我自己冲。这袋子里装的是马钱子。啊，马钱子，爹，您把这剧毒之物放这儿干嘛呀？虽说是剧毒，但适量用，它就是一味草药，它可消肿止痛、通络清血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可解装毒之苦。原来爹一直在用它治疗疮毒。哎，只是为了缓解一下疼痛而已。苏县尉，耿无伤来了。哦，苏县尉提携小女，连续2次验尸，已成仵作。耿无伤特意前来致谢。耿老，您亲手培养了这么好的仵作，应当是苏明代公谢，谢您老才对呀。哎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耿老，请慢用。苏县尉，这么说，耿老是想看看那2个畜气袋？当然，老朽没这个权利，只不过身为仵作，几十年跟随捕贼官，对案情所涉，自生关心，也有几分好奇之意，所以苏某求之不得，正想让您老给看看。樱桃，拿来。爹，7749，这是个极阴之数啊，正好镇压了死人的灵魂。杀人借命，并非前所未有。20年前，长安也发生过这样的案子。一个商人受方士的教唆，为给父亲借灵延寿，连杀4人。出气袋中分别写了1369的数字。当时我记得幺儿还是个不到10岁的孩子，刚进师门，协助我验尸时，吓得直哭。时任县尉杜审言根据公谢验尸所得，很快就找到了凶器，锁定了嫌疑人，抓住了凶手。最终，凶手和那方士都被朝廷判了腰斩。这借寿邪术不过是权贵用金钱买命的把戏。现在发现了13，还会有69，那岂不是还会有2人遇害？这袋子里也有数字？有，就在我这儿。您老请看。爹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去找一下幺儿，你跟他说，我叫他到家里来吃顿饭。哎，我老了，干了一辈子的仵作，临了却要破坏仵作行的行规了。师傅，何出此言？仵作之法在于口口相传，而忌讳记录成书。知道为什么吗？
这个我听您说过，因为自古损伤尸体都是大忌，一旦成书，就会有人照着书去找尸体练习，便有了损伤尸体的可能，故仵作行不离文字，成千年行规。这3年来，老夫将全部心血熬成了凝尸记，你们说是对还是错呢？我以为是对的。若不将验尸的记忆白纸黑字如实记录，有些记忆将会失传，这何异于后人寻觅真相、伸张正义？看来你们是都支持我了。只是如今老夫遇到了难处。在我的构想中，这凝尸记全书20卷，10万言，如今已写到了最后一卷、最后一篇，却想不好该以什么内容为此书的收尾。幺儿啊，你给出出主意。我，徒儿哪有这本事啊？你过谦了，你几岁大就到了为师身边，虽说不认字，却极为聪颖，甚有资质。至于书中所记，古人传下的红伞验尸法、梅饼验尸法，为师都是在你的协助下完成的。开坑蒸骨法，更是源自于你的主意。哪里，此法乃恩师所创，我那顺口胡说的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哎，为师真正独创的唯有9毒验定法。9毒验定，这是你离开之后，我以前人所传为基，结合平生验尸的经历所得之法。幺儿，想学？啊，我已退出仵作行了，师父所著的凝尸记，我便没有权利读了。不见得。若我邀请你作为此书的合著人呢？啊，师父，你说什么？我今天让你来家里吃饭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将这部《凝尸记》署名为你我师徒合著。这怎么行？这是恩师的心血，我怎么能贪功？哎呀，二师兄，你就别推辞了，爹早有此意。当年刑部和大理寺找爹要人，爹推荐的都是大师兄，其实不是因为看不上你，而是爱惜你的天分，想让你多留在他身边几年，协助他一起完成这部书。如此，是徒儿错怪师父了。爹，我本想劝你重回仵作行，可近来听说你做炼容师做得很好，为师走在街上，亦有人过来拜谢，是因为我的爱徒为他们故去的亲人炼容。我逐渐想通了一个道理：给逝者以美貌或庄严，和还逝者猝亡之真相同样重要。故为师决定尊重你的选择，是否重回仵作行都不重要，也和与我共同署名著书人无关。你先起来吧，你不要急着做任何决定，毕竟仵作大赛报名截止于3日之后。倒是有件事需要现在办，我已经写好了，逐钟世载出师门书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不让即将面世的仵作之书蒙羞。你能理解吗？能理解。钟世载急功近利，表里不一，早就该将他逐出师门了。但按照仵作行的规矩，这份文书需要门下弟子一同签字。幺儿，你从小不识字，但为师听说你现在已经学会了。是啊，离开仵作行3年，我除了做炼容师之外，一直在读书练习写字。啊，幺儿好勤奋的。我也是希望有一天，继承师父衣钵时，不叫人说我目不识丁。好，那来吧。
你看，为师已经落款，苏禅也签了名字，就差你了。写上日子，6月23。师父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明白，毕竟大师兄跟随您多年，但师父不必难过，不是您无情，而是他终是在自作孽不可活。我已经想好了这最后一篇写什么了，就写仵作为何不能杀人。师父，恕弟子直言，这没什么好写的吧？任何人都不可以杀人呢。您再想想，一定有比这更好的篇章，视作凝尸记的结尾。可为师这身体……您放心，您的手还有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虽然搬出去住了，但不是每隔3天都来探望您吗？其实，每隔3天，我也会去道观里为您求一次寿，早就得到了神灵的启示，说您的寿还长着呢。二师兄忠孝道，苏禅不急。